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向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第10课。希望大家已经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假期。我们今天主要讨论中国宪法的变迁，宪法的人权条款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然后呢，中国宪法的结构性缺陷，中国共产党和宪法的关系，以及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以及它的背景。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讨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还是政府，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来把宪法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战场。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宪法没有宪政的国家，那么能否通过宪法这个战场来实现宪政，这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在清末的时候，中国像李鸿章所说，面临着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在从1840年代之后，中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然后清末的立宪等等。感觉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比过去中国2、3年前发生的事情加起来都要更多，而且都要更深刻。那么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决定立宪。那么1908年也就诞生了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叫钦定宪法大纲。我们在右图看见钦定宪法大纲的图片。在那之后呢，中国有了10几个宪法性的文件，比如说1911年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个共和制的宪法性文件。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生效的临时性宪法。在之后，比如说天坛宪草，比如说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1931年的训政时期临时约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以及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宪法性文件。那么在台湾，中华民国1946年的宪法仍然在使用。我们看一下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它首先花重要的这个篇幅来规定大清皇帝的权利他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代。然后包括这个对皇权的规定有颁行法律之权、设官制禄之权、召开议会之权、统治军队之权、宣告戒严、制定皇室经费、总揽司法权等等，宣战、订立条约，所有这些权利都归皇帝所有。然后呢，他也有规定了臣民的权利和义务，这里边他用的不是公民，而是臣民。那么在这些权利义务里边，包括了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包括人身自由权利、财产权利等等，还有纳税义务、守法治义务等等。那虽然这个宪法它主要的重点是规定大清的权利，大清皇帝的权利那个力量的力，但是呢，它对于公民的臣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首次加以规定，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用宪法这样的形式来规范皇帝的权利，而且呢，对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加以规定，这在历史上也是首次。所以1908年也是中国立宪开始的一年。那么我有个朋友曾经在宪法在香港开了一个书店，就叫1908书店，那就是为了纪念这一部宪法。那之后的很多很多宪法都有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或者政治权利的规定。李安友教授也写过论文，对
所有的宪法关于中国宪法关于公民政治权利有了一个梳理。那么，请李安友教授介绍一下。汤表你好，大家好。第一要问，中国在清末一直到现在为什么有宪法？中国的思想家，在脱离这个传统的皇朝这个架构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弱，西方的国家强的理由是，因为西方的国家是现代化的政权，这个现代化的政权的一个特征是有宪法。宪法的好处，他们认为就是说，清末民初的，比方说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家认为，西方国家的权利基本上是来自于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的特征是说，他们有一个权利意识。我记得梁启超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英国人如果受骗，他买一个东西，这个商店骗他1秒的话，这个英国人不会就放弃这个问题，他会继续奋斗，为了他的1秒，不是1秒的价值是那么高，就是说他的权利意识是那么高，他不愿意受骗。这样的话，梁启超认为，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有这个强的意识的话，会形成会积累于国家的权利。一个强的国家，是因为这个每一个公民也是强，所以梁启超认为如果要强化、要发展中国的话，我们先要发展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才能够成功的发展这个国家。所以这个想法跟西方的这个是一种民主，可以说一种民主的概念，或者是宪政的民主宪政的概念，但是它跟我们应该说，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民主概念是有他们的特征。比方说美国的话，美国的宪法的话，美国的宪法，我自己认为最关键的这个性质是说，它要限制联邦政府、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权利。当时有一个叫做 Federalist Papers， 应该说是联邦主义文件或者什么，叫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是在那个宪法草案存在，但是先需要每一个13个州选票同意连起来产生联邦政府的时候，这个文集的作家 Madison Hamilton and John Jay， 他们写的文章都是劝那个州的代表会议说，你可以联邦，因为联邦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制。第一，联邦政府的权力限制到州给他的权利和责任，别的权利和责任留在州的政府这边。第二，联邦政府是分散，有3种权利，有行政权利、立法权利、司法权利，连那个立法权利里面也分2院，等等之类，所以他们答应，他们promise， 他们说这个联邦政府不会有很多权利。现在你看我们美国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权利，真的是我自己认为是有
太多的限制，所以他很难做出事情。这个是美国的民主概念，而且不光光是州政府有的权利，更基本是说这个公民的权利也不可能限制。所以你看这个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 第一修正案，它不是说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是这样那样，它就是说你不可侵犯那个宗教言论自由，就是说这个宗教言论自由是已经存在这个建立政权以前，个人有这个权利。我们不来定这个权利的内容，因为这个权利是已经政府存在以前已经存在，它是一个 natural right， 一个自然的权利或者一个天赋权利。所以美国的民主的概念是比较偏于弱政权。当然，在历史的过程当中，联邦政府收集更多的权利，但是这个基本概念是弱政权。那么亚洲的话，我参与一个项目叫做 Asian Barometer Survey 抽样调查，在10几个亚洲的国家，包括中国。我们发现一般的话，亚洲政治文化里面，特别是中国政治文化里面对民主的概念的理解是不一样。他是认为民主国家是爱人民的国家，是帮人民生活得更漂亮，是以这个父母官的一个，就是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民本的政权，以民为本的一个政权。这个政权一个好的政权，一个好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那么你加上那个加上这个共产党建立以来，他们采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法学概念。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法学概念是说，法律才是执政阶级的意愿 ，the will of the ruling class, right？ 不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对。之所以你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他们可以用这么一个逻辑，就是说这个宪法是说明国家机构是实行这个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一个工具。那么宪法是说明这个国家结构的这个性质、它的结构等等。但是宪法以上当然有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代表是共产党。他们按照这个逻辑，把宪法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方。每一个中国的从清末到现在的中国的宪法的话，他们都有人民这个所谓的公民权利，不是人权，不是这个自然权或者天赋权利，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意思就是说，我们政府在建立国家架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建立这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公民的他的角色，他的角色有权利也有义务。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比较每一个宪法的他们的特点。你比方说那个江西 program， 江西纲领是共产党在江西的时候建立一个不是一个宪法，但是可以说是一个准宪法，就是说，共产党当时30年代当时认为政府机构应该怎么样。他呢，OK，go to the next
Well, for example，他在各个地方把权力限制到工人阶级 working classes，因为 working classes 当时共产党认为才是这个工人是这个应该执政的阶级，别的阶级是这个落后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还有在这一章是在下面where is it the 对，在中间 national minority self-determination right 这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限制到江西纲领，但是少数民族的so self-determination 自决权的意思是可以宣布独立，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族、台湾，如果需要的话，如果要求的话，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后来他们就建立少数民族的自治。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自治不是宣布独立的权利。那么再往下有这个四大是这个我忘记强调，四大是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明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是限制在7578年，比较这个毛泽东还影响还强的宪法。虽然毛在1976年去世。So in other words，每一个中国的宪法或者准宪法的文件，它有它们的特点。但是一般来讲，他们有这么个共同点，就是说，权利是公民权利，是这个政府给的权利，所以政府会限制、会定义、会决定这个权利的它多大多小，或者它的内容是什么。这样的话。公民权利不是一个限制政府的权利，而是实施政府的权利的一个方法。那么政府的政策，对于公民权利，政府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果看82宪法的话，82年的宪法的。话，它有很多第二章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的基本权利有很多言论、宗教、出版、结社、游行，第37条，中国人民和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有这个。leisure 的，就是可以休息的权利等等，西方的宪法很少有这个权利，但它也有公民的义务，从第51条到第16条。你比方说82宪法的第51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所以这个虽然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它的潜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政府会决定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而不让你利用
你的比方说有心解释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去侵犯我们所定的更比你的权利更高的权利。而且当然我相信藤边会说明这个宪法的前言也说明，就是说国家机构是落实执政党的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那好，那我就说到这儿，藤边。好，谢谢连友教授。那我们当然重点要讨论的是今天中国仍在使用的宪法，也就是1982年宪法。在1949年之后，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4部宪法，54年、75年、78年。那今天的这个宪法在1982年公布之后，又经过了5次修改。那1999年，他在宪法里边写上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后呢，比较重要的是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虽然这些比如说依法治国呀，后面的人权路线呐等等，它并不是真正有效的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和实行，但是这种话语，这种宪法语言本身也是有用的，也是对一定的这个社会力量会产生促进作用。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当中，写上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以及国家尊重及保障人权。然后呢，2018年宪法修正案就是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是在习近平一手的主导之下。中国法律的位阶，当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中国还是西方的理论上的宪法是最高的法律，那其他的法律都不能够和宪法相抵触。然后呢，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所以在中国反正叫什么什么什么法的，这个只能是由中国的全国人大或者是常委会来制定。国务院或其他的任何这个部委啊都没有权利制定这个法律，就是这种狭义的法律。那之后呢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各部委可以制定部门规章。在地方呢有地方性的法规，像省和一些较大的市的人大可以制定地方性的法规，还有政府规章。像省和一些较大的市，他们可以制定政府规章。在自治区呢，还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是中国立法的位阶。那宪法至上原则就是说，宪法它被承认是最高的法律，是根本的法律，是一切法律的来源。那无论是宪法还是立法法，都强调了任何法律法规和地方性的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都不能和宪法相抵触。那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更下边，比如说县政府啊等等，他们也会规定，也会有一些规定。这是一个就是从上到下的理论上应该是这样一个位阶，但在实际上呢，中国的宪法它不如法律更重要，而法律又不如行政法规，行政法规又不如地方性的法规。在一个法官的判案当中，或者在一个地方官员他对整个这个政策、对法律的理解，他对权力的运作当中，那么最重要的不是宪法。违反宪法对他来说，无论对于哪一级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而违反了你顶头上司的那些命令，那些直接的命令，或者是当地的一个红头文件，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是他们不敢做的。所以呢，
宪法在这样一个运行体系下，它成了权力最低的、最不被重视的，所以呢，违反了这个一个红头文件，这是很大的事情，而违反宪法呢，没有什么制裁措施，也没有什么这个约束机制。那这个红头文件，一会儿我们会看到，这也是当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名词，在中国任何法律法规里边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权力运行的特色。在红头文件之上，又有一个权力的个人化，也就是说，某一个县长、县委书记、局长等等，他们的口头的命令，他们的个人的权利，在很多时候是超出法律、超出政策的一些个人的命令。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权力运作当中，又是最被重视的，就最能够起作用的。他们经常或者是一些制度性的不受宪法法律的约束，不受中央政策的中央法律的约束，去个人化的行使他们的权利在灰色地带甚至在违法地带行使他们这个个人的权利，这是中国法律运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看一下红头文件。它有可能是用这样一个红头文件的方式来公布一个法律或者是一个政策，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它是和一些法律没有什么关系的，也有很多关于那这个红头文件它可能来自共产党、来自政府等等，来自这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关于学习什么中心学习这个学习理论等等，学习习近平思想然后像这个书城县人民政府征收土地的公告像济南市人民政府这个产业振兴计划等等，都是以这个红头文件的形式。那么在新疆这种集中营、这种种族灭绝的做法，也是通过很多的红头文件的方式来执行的。这里边有一个 point， 就是中国和西方在进行学术交流，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往往用这个 counterpart， 就是说一种相对应的机构、相对应的人或者是相对应的职务来理解中国的东西。比如说宪法，在美国有宪法，很多对，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宪法。那么用民主国家的这种宪法来理解中国的宪法，恐怕就会出现偏差。再比如说，中国的全国人大及各级人大，那么我们如果把它理解成西方式的通过选民选举产生的议会，那也会出现偏差。中国的人大它并不是选举产生的，它也不是一个能够代表民意的一个议事机构，它更像是一个政府机构，就是在共产党和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官和法院就更明显。那么中国的法院法官在实际运行的时候，被当作政府的一个部门，会当作这个党政的官员。那么他们自己的定位甚至也是这样，他们把自己定位一个党政的官员，而不是那些具有独立性、具有职业性的中立的判案的那种法官，那种法治国家体制下的法官，是完全不一样的定位，完全不一样的角色。甚至在一些受过法学院训练的律师里边，在他们眼里边，中国的法官也是一种官员那么他们在和法官打交道的时候，和他们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中国共产党它是不是一个它当然不是一个西方民主体制下的政党。那么这个政党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它更像在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个黑手党、一个黑帮。然后呢，军队它不是一个
国家的军队，而是共产党的军队。还有国家主席，他在英文中被翻译成president， 中国的国家主席被翻译成 president， 那么习近平主席，那么他和西方的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此等等，所以有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一些西方的学者，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习近平、把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叫做 president， 那么应该管他们叫总书记啊等等。总之，这个 president 它背后所暗含的一个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无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产生的这种国家元首，这样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